从出使辽国到率兵西征，从民族英雄到流放之臣，从文件之物到科学巨人，沈括的一生三起三落，毁誉参半。一本凤元历，一卷天下州县图，一部梦溪笔谈。他被称为以进士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但在他的官宦生涯中，也曾被王安石骂作小人，被宋神宗称为边臣不可信，至今还背负着乌台诗案始作俑者的千年污名。真实的沈括究竟是什么样的？20年前的沈括，挣扎在大宋帝国的基层，冗物缠身，疲于奔命。而如今，公元1075年，决心追随王安石的沈括，凭借其非凡的实干能力，赢得了深入参与大宋政治的入场券。宋辽纠缠不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界。我主认为，两国新的国界应该定在河东的黄维山。这不合适。那就走着瞧吧。事后，神宗非常焦虑，为了避免战争，他希望通过外交的手段解决纠纷。臣在。危难之际，沈括受命出任回燮使，出使辽国，与之斡旋。沈括并非一腔孤勇，出使辽国前，他赶往枢密院查阅了相关文件，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辽国曾给宋廷致信，明确以古长城为两国边界，如今他却要将领土向南推进30多里，纯属无理要求。沈括的发现让宋神宗大喜过望，神宗不仅表扬了沈括，而且赐银1000两。他同时批评中书、枢密院不究本末，激误国事。神宗考虑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你看你们都没把事儿办好，人家沈括把这个事儿理顺了，对吧？那你们早干嘛去了？大概神宗就是如此这般带着情绪的表达了对沈括的表扬。这个话听在特别是吕惠卿的耳朵里，其实就非常的刺耳，彼此之间就产生了龃龉。吕惠卿，西宁变法中的2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隶属中书门下。他对沈括的不满可以追溯到1073年。当时，沈括在两浙地区推行农田水利法，要求地方豪强每亩出钱200星役。吕氏家族在苏州拥有大量田产，需要出资20万钱。而沈括这次发现宋辽地界实情的行为，无疑又给了吕惠卿当头一棒。此后，吕惠卿在王安石面前不遗余力地诋毁沈括，甚至连宋神宗都说卿美事必言其非。这种非议逐渐在王安石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一年4月中旬，沈括来到了宋辽边界雄州，他的哥哥沈丕正在此地担任延边安抚副使，维护边境的治安。沈括先在哥哥家住下，他起草了一份札子，也是遗书。这里面写了什么？若我未能回朝，敌军必来犯境，到时候兄长可决黄河大堤，用那黄河之水将那契丹大军淹没，以保国土安宁。沈括虽言语从容，内心却波涛起伏，唯有置生死于度外，
方能化解危机。沈括到达辽国后的第2天，双方进行了会谈。山为大地，本来就是北朝的领土，如今应该归还我国。北朝可有赵政，南朝可有赵政，南朝自有赵政，其中最早者乃北朝仲熙11年，众官公议，吾等手中有顺玉金之公牒，亦有北朝圣旨，皆可为凭。难道你们为了区区一个小地方，要使两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友好关系而破裂吗？那可得不偿失啊！背信弃义的是你们，损坏友谊的是你们，破坏和平的还是你们。如果你们执意撕毁条约，那就来吧。我大宋人民热爱和平，但也绝不惧怕战争。宋辽双方唇枪舌剑，进行了6轮谈判，非常艰苦。据说，当时聚集在谈判现场的为官将士有1000多人。沈括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取得了宋辽关系史上一次难得的胜利。I didn't think he was necessarily the best at human relations. And what does Shen Kuo use? He uses history to make his argument, showing that in fact, no, this was Han Chinese territory, and it always had been. So he used rational arguments to make his case, and he used what he had at his disposal. 沈括还将出使的情况，包括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以及与辽国交涉的来龙去脉，事无巨细地记录并整理成书面材料《西宁实录图钞》，回国后呈报给了朝廷。沈括在军事上另一项成就呢，就是他提出了军用地图的这个测绘方法，是不是能用立体方法，就按我们现在讲这个多维的方法，显示出这个地形的高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形图最早的雏形。从2维平面图到沈括的3维沙盘，再到如今的数字化、智能化、实时化、全息化地图，制图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这一次经历让沈括燃起了一个念头，他想将山河大地精确地记录到纸笔之间。这个想法得到了神宗的认可，这就是后来的天下州县图。从辽国回来后，1075年12月，沈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权发遣三司使。三司使是宋朝负责财政的最高官员，权大势重，号为纪相。沈括的政治人生走向巅峰。在任三司使期间，沈括改革了盐钞法和铸铜法，阐明要建立稳定的盐钞政策，主张增加货币的种类。沈括提出了钱利于流的货币理论。他认为，钱如果藏着不用就是死钱，要想增值，就必须把它投放到流通领域。沈括也关注到了一点，那就是在贸易的过程当中，不同地区的贸易会出现这种顺差和逆差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的。他提出了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对上述的顺差和逆差做出一定的调整。沈括晚年在撰写《梦溪笔谈》时提到，这些经济政策执行了几十年，如今有了好的结果，他内心感到无比欣慰。除此之外，沈括对宋朝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意外的功劳，他首次详细记载了施法炼铜工艺。哲宗年间，朝廷曾用这种方式大规模铸造社会流通的铜钱。细水煮铜，矿泉水在一个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之下，是经过一个矿脉把里面的硫酸铜给它溶解进去了。于是当地人就把它通过制板矾
然后进一步的通过基础吃饭的方法，用铁把铜给它制完之后，所以就产了铜矿。就是这种制铜的方法叫施法制造，这又是一个时间点。那这种施法相对于活法来讲呢，那就会节省很多的成本，利用自然的存在的胆水能够提取铜这种生产的工艺，在世界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个在中国实现了这样。如今，这一古老工艺发展为现代施法冶金的核心理论，被广泛应用于铜、锌、镍等金属的提取。与此同时，西宁变法已然进入第7个年头。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党政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绵延于整个11世纪。这一章新旧党政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选择朝廷的角色和地位。王安石呢是主张富国强兵，建立了一个大有为的朝廷，而司马光呢则追求富民，要遏制朝廷的扩张，提倡精生财用，让公家和私人各司其职，各谋其利。在此期间，沈括经历了2件政治大事，一是提出修改西宁变法中的免役法，最终导致王安石对其的厌弃；二是卷入了苏轼的乌台诗案，让大众产生近1000年的误解。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个大手笔去描绘变法蓝图的政治家，沈括就是一位把新法具体落地的技术性官员。所有的政策你开始设计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出发点，但是这个政策它在推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免役法。在宋朝，殷实的上等户需要定期到官府服徭役，新法废除了这个制度，改为征收役钱，并扩大了征税面。原本不需要当差的乡村下等户，如今也要交钱。贫穷人家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役钱。王安石在短期内扭转国家的财政赤字，所以他做到这一点了，代价其实也很大的。当那个宋神宗看到那个流民图，对于这个改革的话，他也是有所动摇了嘛。为此，沈括上书，提出拆故并行的建议，将民众分为重役、轻役和无役3等，让有钱的人出钱，没钱的人出力。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修改意见，但王安石并没有采纳。1076年10月，2次拜相的王安石再次下台。11月，沈括又向新宰相吴充汇报了这个建议。沈括就遭到了当时做侍御史知杂事的蔡确的强烈的攻击。在王安石时代的时候，你也是跟着风走的这一波人，然后现在王安石下去了，吴充在做宰相，你竟然就要提出来这个政策的改变。蔡确借此攻击他薄其为人，遇事反复。在看到王安石倒台，政治风向有变后，就迅速倒戈，力保自己的官位。蔡确其实是在为自己日后的升迁扫除竞争对手。王安石也听信谗言，曾多次在宋神宗面前指责沈括为人人，也就是小人。介父兄，我素来敬重你，也赞赏你那些富国强兵的大思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你的那些改革是有漏洞的。我极力为你补救，我是在补台，不是在拆台。你怎可到皇上面前说我是一个小人？我们断
万不能因此认为沈括就真的是小人，小人只是泼在他身上的脏水。沈括与王安石在变法理念上是有不同的。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他不太顾及民众的利益。相比之下，沈括对底层百姓的苦难有着深深的同情。对沈括人品的批判也反映了变法期间党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以道德批判来包装权力斗争，给政见不一样的官员打上小人的标签。蔡确、吕惠卿等人抓不到沈括政绩上的把柄，就把这件事冠以道德的大帽子。1077年7月，沈括在激烈的官场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贬宣州、知州。沈括至死都宣称自己站在新党一派。在梦溪笔谈中，凡提及新法或王安石，沈括从无贬低或批判，字里行间满是敬重。上一次来宣州，沈括住在哥哥家中备考，期间他遍览山川，吟咏风物，所见之景无不意趣盎然，所行之路皆是坦途。此次重回故地，已是贬谪之身，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我错哪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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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几年内，宋神宗多次想要提拔重用沈括，但都被以蔡确为首的反对派驳回了。在此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079年，当时的御史呢就上书弹劾苏轼，说他写诗暗讽朝政，导致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由于御史台也叫乌台，所以这件事被称为乌台诗案。宋人王志在他的《元佑补录》中记载道，沈括在巡查两浙地区时，拜访了杭州通判苏轼。两人酒酣耳热之际，苏轼将自己的诗稿赠予沈括。回到京城后，沈括却把这些诗稿呈送给神宗皇帝。王志的这条史料成为沈括构陷苏轼的导火索，但《元佑补录》本就是野史。南宋的历史学家李涛做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这个长编的考异里边，李涛引用了《宋人笔记》里边的记载，但他没在正文里记，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疑。原因就是他觉得那个时间、人物、地点对不上。现在的研究成果认定乌台诗案与沈括无关。王志的《元佑补录》所列出的证据是孤证，不足为据。沈括查访两浙地区在1073年，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两者根本毫无关联。期间，神宗并没有把这些讽刺新法的诗稿当回事，还时常夸赞苏轼，一点不像收到黑料的样子。5年后，政治环境变了，皇帝开始亲自主持变法，政策变成了国策。此时，驸马王申又出资印发了苏轼诗集《钱塘集》，这些诗句被广泛传播。何正臣等人借机把它写成札子，这才东窗事发。乌台诗案是神宗朝搞的一个文字狱，这个案子之所以叫乌台诗案，就是御史台在告，其实是李定啊、舒胆啊这些人在告。从苏轼后来的反应也能看出端倪，他反反复复地控诉李定、何正臣、舒胆三人对他的诬陷，却从未表达对沈括的敌视，反而收藏他所赠的淹没并作名。数十年后，此案的卷宗刊印成《东坡乌台诗案》，
卷宗中指出的物证是漏版印行的苏轼诗集，并非沈括的手抄本，可以说乌台诗案完全冤枉了沈括。值得一说的是，苏轼所撰的医学著作《苏学士方》与沈括所撰的医学著作《良方》合编成《苏沈内汉良方》，成为宋代医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流传至今，成为美谈。1080年，西北烽烟再起，朝廷一纸敕令，将沈括派向苍茫的延州前线，任敷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延川。如今回看，这是他仕途中最后一段壮阔的征程。就在那里，沈括发现了一种液体，他将其命名为石油，并预言其后必大行于世，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石油之父。沈括在石油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石油从军转为民。那沈括呢，因为他有技术啊，所以把这个烧了之后，通过一个竹筒，慢慢的这些烟就结在竹筒的壁上，然后他纷纷把它挂下来，再加以秘方，这个秘方就传下来，这就是著名的言传石液。言传石液不仅书写顺滑，墨色浓郁，更不易变色，润而不枯，成为当时士大夫争相传颂的上品名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及，延州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的观点，在几百年后得到了印证。1907年，延安市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了井深81米且产油较旺的延一井，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从此，延安的石油迈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开采时期。从发现石油转身就是1000年。我现在提到2020年之后的这个双碳背景之下，石油工业也进入了一个高质量调整的一个发展阶段。原来呢都是开发的是陆上的，那我们现在重点像这个海上的、超深海的，我们原来是浅层的，现在都在这个深层。沈括到达延州后，立即着手整顿边防，完善后勤保障制度。尽管名义上是文官挂帅，沈括却数次领兵打头阵。公元1081年9月，崇鄂率领军队先发制人，分5路在米脂大败西夏兵，首战告捷。此后，沈括留守后方，镇守敷衍。同年10月，在米脂战败的西夏将领梁永能前来偷袭，沈括又率军亲征，再一次击退了敌人。11月，沈括拿下了隶属于绥德城的浮屠、五堡、义和3寨。接连获得了几场大胜，军民士气大涨。次年2月，因在敷延路的军功，沈括授为龙图阁直学士。可惜以上的战役呢都是局部性的胜利，在大局上呢，宋军因为轻敌冒进、军粮不济等原因，先不得不转入攻防并举的战略。为改变战况，沈括和其副手崇鄂联手上书，提出将乌延、夏州西南建筑成永久性军事堡垒。他们指出，以往征战失利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军队需要越过大片沙漠方可抵达西夏，在这个过程中，士兵们就已精疲力尽。如果在途中设计一个军事堡垒兼后勤补给站，情况会大大好转。
而乌延是这个堡垒建设的不二之选。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沈括对地形地貌的深入研究，也为他军事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这篇奏折呀，如今看来呢，它是一篇杰出的军事文章。沈括呀，特意派崇鄂呢进京，向宋神宗当面陈述。此乃微臣之拙见，请陛下定夺。便即刻派遣徐喜奔赴符延路。臣领旨。此间的对话虽简短，却显露出君臣之间的微妙博弈。徐喜何人也？朝廷正四品大臣，但此人有个坏毛病，喜欢纸上谈兵，说大话。徐喜到敷衍后，便以钦差大臣自居，狂妄轻敌，独揽大权，否定在乌延建设永久性堡垒的方案，草率决定将堡垒建在永乐城。此时，崇鄂正星夜兼程地从京城奔赴前线，殊不知一场关乎国家安危的博弈正悄然拉开序幕。沈括在西北这个统辖作战的时候啊，他一个最大问题，西北地区建各个城寨、各个碉堡，就是水源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西北从来是缺水地带，城堡里头囤积不了多少水，所以说城址的选择非常重要。永乐3年绝崖而无泉水，此地不宜建城。此事已经决定，无可更改。手下将士众多，建设尚未动工，此事能否再议？此事一定，毋庸再议。你这是拿几万人的性命在做赌注，我得向朝廷报告。我是皇帝钦派的大臣，我代表的就是朝廷。武将是没权的，所以说你按照朝廷的指令，按照这个阵图打，往往是要打败仗。但是你要是不按阵图打，你要是打了败仗的话，那你可有杀头之罪了。这就说明啊，宋朝这种僵化的、高度集权的指挥，到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非出乱子不可。此后，崇鄂和徐喜发生多次争执，但都不了了之。徐喜不光武断，还轻敌。面对西夏号称集结的30万大军，他不以为意，傲然道：“西夏入侵之际，便是我辈升官富贵之时，其言狂妄，令人忧心。”